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义洲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7月25号，那时间很快就要到了。那由在阵营蒋万安所发起的要上街头，然后要为了食安讨公道，所有这些人数到底会怎么样，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然你也看到了，包括行政院召开了食安这些修法会议，召集了6都。那因为在昨天上午的时候，那卢秀燕那希望召开所谓的线上的那个食安的国事意见会议，蓝营的现任首长，不管是首长、副首长，那派人参加，绿营的全部都不在。下午的时候呢，行政院这个时候呢召开了食安会议，邀集6都。那当然，蒋万安、卢秀燕有去参加，但参加的过程，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整个会议呢，包括时间冗长，因为跟韩国瑜已经约好时间了，所以呢提早离席。但因为在修法那个过程，大家在讨论修法，所以又引起了蓝绿两方，大家各自针对这件事情呢，引起了一番的口舌。而这时候，如果你看媒体的话，《镜周刊》在今天那有一篇的报道是，中联整个案子只有一个人被收押。是中联油的总经理，他妹妹投诉媒体，某种程度在讲说为什么是他哥哥？他哥哥呢，只在中联油待了1年2个月，本来是泰山的一个员工，为什么会是他？中间的过程，待会听看现场来宾的描述，到底他们也要表达一些什么？是表达他哥是个代罪羔羊吗？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吗？好，但整件事情看起来，包括食安的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政治上的一个攻防？在未来又会怎么样？甚或跟2026、2028的选战也会有关系吗？那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包括卢秀燕市长讲到这个，当然，那因为最近都被提的都是台中市的一些事情，他也举了包括赖清德总统在12年前，12年算一算是鼎新油的事情，那时候赖总统那时候应该还是赖市长相关一些，但郑丽文主席呢就直接说7月25号，据他所知道，很多地方都已经说游览车已经爆满了，那是什么状况？来，12年前赖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也发生过食安油风暴。赖清德市长当时对着总统说，总统应该召集各部会解决，不是跳出来用的高度把责任丢给地方。我今天也听到地方议员的反馈，说订的游览车通通都已经爆满了，要来参加的民众反应非常的踊跃。好，来任俊，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蓝营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在大集结的当中，而这个集结包括郑丽文主席刚刚讲的地方的议员回馈，订的游览车都已经爆满，当然他们有时候订几部啦，几部差很多，OK， 什么样的爆满？而看起来的话，那在从昨天朝野之间的攻防，包括行政院的食安会议，包括卢秀燕召开的线上会议，那他们俩在昨天。蒋万安跟卢秀燕，你看到那个画面，姐弟2个人183，然后直接也去拜访了，包括韩国瑜院长。所以蓝营来讲的话，整个这个集结725这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了。其实我讲过，就说725这场活动，如果是郑丽文出来号召，我觉得大家谈论上面大概比较不会往那么的政治预谋或判断上面来做，因为很简单嘛，郑丽文就是一个国民党党主席嘛，在野党的党主席嘛，出来喊就 OK 嘛。那只是说这整件事情现在喊的最大声跟最用力的，第一个是蒋万安，第二个卢秀燕，你也可以讲第一个卢秀燕，第二个蒋万安，排名不分先后，不会因为姓名的那个笔字化多寡要讲清楚哦。可是问题是这2个县市首长，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一次被罚款的。他们的公司登记所在地就在你们这2个县市，所以当你今天出来大声疾呼的时候，当然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现在要谈论的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权责问题吗？我讲实话，你这几天大家的抗议，我都觉得 OK。谁赞成不要食安？在座哪一个会觉得说，马给你拎刀有我夹铁条我夹，我看句马波公啊，我们也不是傻子嘛。可是问题是你把所有的主目标对向政治议题，但是对于厂商，大家觉得罚完款之后，这厂商都没代志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嘛，包含静坐，你不要说你到凯道去静坐，你要去静坐，你去厂商家门口静坐，去厂商的公司门口静坐，有台北市的，有这个台中市的，你们怎么都不去？
那还有厂商说，今天食药署要去检查的时候，把大门关起来的，他们怎么知道食药署会到？我也非常好奇啊。所以你说今天蒋万安有没有认真？有啊，有很认真啊。他为了发起这个去找韩国瑜啊，韩国瑜也承诺啊，说 OK 啊，他会到啊。今天这两天赵少康也都去了，赵少康那个也很有趣啊。赵少康说：“哎呀，我这个还是要尊重一下哦，这个不要模糊焦点哦啊，这个还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啦哦，还是有地方首长。”那我们就回来看，卢秀燕有一段话，就是您刚刚特别提到的哦，他提到2014年当时的油的这个事件，他说希望赖总，因为那时候赖清德是做台南市的市长嘛啊。其实2014年的毒油事件，大家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很有印象。我都讲嘛，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叫江宜桦，大家被质询的时候问到油的时候，江宜桦公开讲说，我们家比较多吃的是进口橄榄油。被人家骂死了，你知道吗？可是那一次的油跟这一次的油事件一样吗？我觉得我们持平来讨论。上一次是因为鼎新它进口油进来，那你进口油进来之后有混充的，有干嘛的，哔哔叭叭的一大堆，所以中央有没有责任？当时中央其实有责任，因为你是进口嘛。那这一次台中的这一个，它不是从外面添加进来，是我在原料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一个。所以它跟上一次毒油事件第一个有不一样，第二个，那个时候为什么赖清德会讲这句话？来，我直接给各位看报道，2014年9月17号，在有台新闻网的报道，那个时候总统叫马英九，列油案，总统说基层执行在地方。那个时候马英九是怎么说的？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里面还说，哇，基层执行在地方政府哦，而且他还提到些什么，你知道吗？他还提到说，哦，这个来给各位看啊、哦，他说来，马总统当时还表示，哇，得到教训啊，政府无可回避这个来。基层的执行在地方政府，地方负责，中央支援，这是我们实施地方自治最基本的原则。可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是进口嘛，所以为什么地方那个时候大幅度反弹？说你怎么会这样丢？那如果是要讲甩锅的话，马英九当时甩得可厉害了。那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所以我不会想说一个断章取义，我直接给各位看报道，报道现在都还在，大家可以去 Google 有没有当时马英九这样讲。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哦。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的活动，包含到刚刚提到动员、你知道动员居然也有媒体报道讲说，国民党的台中市党部，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动员，意思是说你们要去各自去，这个很怪，不是应该要动员最强力动员的，理论上那应该是台中跟台北这两个，跟台北嘛，对啊，台中很难，不，台北可能不需要动员游览车嘛，可能那一天可能捷运要管制一下吧，那就很奇怪啊。那当然，我第一个，你如果问我，对不起，我本人就是一个这个，反正我就是个阴谋论者嘛，对不对？我也好奇啊，说你们今天讲说不要这个动员游览车，不要大幅度的动员，你们是不是担心年底选举要到了？是不是担心厂商可能本来要给你们政治现金，你们不拿，这个会被人家质疑嘛？但问题就回来了，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出良心话，那人叫阿冠啊，就馆长嘛，阿冠啊开直播，对不对？他对我们很有意见，然后说你们不要再以讹传讹，说什么一通电话100万，不好意思，那你自己讲，你都忘记了，你说你一通电话可以叫100多万人，你自己现在又否认，但是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就是选举嘛。这个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嘛？他上次是不是在直播的时候公开讲说，然后那是告起瓦贼狼出来，你得选举的安怎？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叫做选举动员场，而不是真正为了食安。老实讲哦，我没有说民间不在乎食安这件事情，讨论度有多少？我觉得我们大家观众朋友心里有数，我们会担心，我们不希望吃到毒油，但是弄到最后，今天这整个的状况，居然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完了之后。厂商罚完钱没事了，我觉得到这件事我很不能接受跟理由。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厂商怎么样。2014年我不会只说马英九讲这个话哦，我不会只说刚刚讲说马英九说推给地方，马英九到最后因为那时候的整个民间反弹非常大，由中央来集合开会，所以我就讲啊，从地方到中央，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的，包含昨天食药署跟卫福部搞了那个大乌龙，说拿到了那个油。到底销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以为说哦，台湾人加丢啊，当然开始有人退款嘛，哦，开始有人干嘛？我那天遇到另外一个很生气，你知道吗？李博义啊，常上我们节目的博义啊，非常生气啊。我说你干嘛气成这样？
他说因为他找不到发票，他想要退款没办法退款。我对面敏凤笑得很开心，他有退到款，不是。结果昨天我觉得最荒谬的是，大家在批评我觉得前面批评20%那个什么那个泡面都已经很离谱了，昨天更离谱了。我们这些油到底去了哪里？第一时间跟大家说流到日本去了。我大想天哪，怎么流到日本？昨天出来道歉，不好意思哦，我记错了，那个人叫石崇良。石崇良说我记错了，不好意思，不是日本，是韩国。不，你到底要怎样啊？这种事情很难吗？昨天出来道歉，不好意思哦，我记错了，那个人叫石崇良。石崇良说我记错了，不好意思，不是日本，是韩国。不，你到底要怎样啊？这种事情很难吗？我都还是讲那一句，今天从中央到地方，有哪一个人敢出来打包票？我不敢要求时间长嘛。因为这个事件吵了几个礼拜了，2个礼拜有了吧 ？OK， 你3个礼拜，好，谢谢你补一个哦。有没有哪一个人敢出来讲？包含地方哦。我从几月几号开始，我保证让大家在市场上买得到的油全部安心。如果今天市场上真的出现任何一罐被我检验到有问题的油，我不止重罚厂商，我还甚至想办法让它停牌。没有一个人敢做这种程度。当然，对不起，我知道有法律上的问题，我知道主持人要讲这个，但是你总要让民众可以安心嘛。你到昨天，一个卫福部也跑出来跟人家讲，对不起，我们连流到哪一国我都记错了。那你叫人家怎么会放心？这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我要日本，我就跟你抗议到底了，乱搞。不过现在看这整件事情，民众最在乎的当然一定是食安的问题。那到底责任归属是怎么样？那大家看到了，包括蓝绿之间对于中央跟地方之间都各有一些论述。那开会吧，就大家去开，包括食安的会议，那包括蒋万安跟卢秀燕提早离席，他们有他们的说法，然后包括绿营的地方也有讲说，修法这么重要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够为了一个韩国瑜要去离开，类似像这些。可是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那到底好，不管是中央、地方、厂商，所有应该要对人民负责的，现在责任归属到底怎么样？清华，对，今天你看到整件事情唯一被收押的是中联油的总经理，对不对？于应聪，而他的妹妹今天投书，你看他投书的那个内容，他的意思是，他觉得他哥哥为什么只有他哥哥？然后他觉得他哥是代罪羔羊吗？甚或有一段话是在媒体上是被扣得出来的。对，那段话如果你听完的话，会不会觉得毛毛的？会啊，应该这样讲哈，我看完整个事件，因为到目前为止有2个很重要的讯息释出了，这2个讯息的释出呢，至少对我们在厘清说这一次哈这个致癌油的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很大的关系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过说，这个苯醛醴的产生跟制成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制成是因为啦，就是说它是因为高温裂解下的这个副产物，那所以它跟高温会有关系，跟制成会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跟2014年顶新案是差很多的原因啦。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这部分？是因为事件不一样，责任归属就会不一样。那个2014年的鼎新案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当时呢，鼎新呢，他们等于是透过另外一家公司呢，去跟越南进口饲料油到台湾来，经过精炼除臭的程序之后呢，然后用猪油的方式卖给台湾人嘛。所以你这完完全全呢，就会讨论到边境管理的问题嘛。为什么越南进来的油，它是饲料油进口来了之后呢，竟然在市面上可以用猪油去卖？所以两边都有让被检讨的地方。那边境的部分，当时讨论就非常多。但这一次的事情刚好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事情显然是厂商制造过程里面的问题。而好，我们现在要讲的就跟等一下要讲于林聪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先看这次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哦，因为至少这2天有个非常重要的资讯。那看起来这个资讯呢，来自于跟卫福部食药署是有关系的。第一个资讯是他在解释说，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油品里面中联油脂会产生苯醛醴出来。那产生苯醛醴2大原因里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中联啊，疑似把这个黄豆的热允值啦，就是说热损失的允收值呢，从0.5% 放宽到5%。我讲再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这个黄豆从巴西这个进口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带潮湿嘛。那黄豆带潮湿的话，你这个要处理的过程要把它烘干嘛。那要烘干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它在烘干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黄豆可能就会烤焦。那烤焦呢，就好像我们讲到烧烤食物里面有致癌物质，也会有苯醛醴，这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他在讲的
的是说，过去呢每1000颗黄豆哈，我们只能容忍说只有5颗黄豆呢是可以是烧焦的情况，因为这样它的苯丙酯的状况是看起来最低的。但是呢，中联油脂呢，他们把5颗黄豆呢放宽到可以容忍50颗，好，你要叫烂黄豆也好，烧焦黄豆也好，臭味大也好，总之就是它把容忍值从5颗放宽到50颗。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会让你里面苯丙酯发生几率是增加的嘛，所以这是第一个数字让大家看到很讶异的部分。那这个放宽，好，这个放宽，等一下我们就讨论到，请问。这个是于林聪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要放宽的吗？这是很重大的调整哦，等于我们忍受的标准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哦。那为什么说标准不一样？有人可能会说啊，就厂商的决策啊，他自己决策，政府不一定知道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指标啊，这是美国农业部的规定哦。美国农业部的规定在规定分类黄豆等级的时候呢，它的1号豆容忍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黄豆的热损率呢，大概是0.2%左右。主流的就你看到2号豆的部分，主流的也是0.5% 哦，就是我所谓的1000颗黄豆里面只有5颗是烂黄豆或是烧焦的黄豆。你知道下面的这个弄到1% 跟3%哦，3号跟4号的部分呢，3号是拿来当样品豆，4号通常都会直接要么就不收，要么就让它去当饲料油的黄豆用哦。所以等于说，在美国的规定也是这样。好，那你会问，那台湾有没有规定？我给大家看，台湾有规定。台湾的规定长这样，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标准 CNS 2793号大豆这一节里面，它在规定对于黄豆的热损率呢，它完全超美国哦。第一级的它的热损率呢，它也是容忍0.2%，第2级的也是0.5%，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国家标准呢是完全是超美国农业部的规定。所以台湾有没有这个规定？台湾其实有这个标准哦。好，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过来。台湾如果有这个标准的话，表示过去厂商应该用的也是这个标准。是好，所以这就是问题在这里了。如果过去厂商的黄豆热损率的这个允收值呢是0.5%的话，为什么中联油会把它放宽到5%？为什么它可以放宽10倍？这是细节上面去看，你就会发现问题在这里。这是第一个问题。但第二个问题更严重。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更严重？我们之前呢一直在怀疑说制程里面一定有跟温度有关的一些变化，才会让它苯丙酯的状况突然这样跑出来。结果呢，好了。第二个也是这2天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呢，在告诉大家说这个中联油啦，把这个油品的脱臭这一项程序呢，脱臭这项程序里面，它的时间从20分钟缩短为10分钟，它的温度从200度拉高到350度，也就是它用更高的温度试图完成说它的这个脱臭程序，让它时间更短。所以时间从20分钟降到10分钟，然后温度拉高到350度。这个上面这个内容呢，是我请教一个专家讲的话啦。他说，这个拉到350度啊，你这等于是把风险性拉到非常的大啦。因为你拉到350度的结果是什么？是你前面你那个产生苯丙酯的这个我们讲说烧焦的烂豆的状况已经增加了。后面温度拉这么高的时候呢，你等于是把除毒的程序变成炼毒的程序啦。他说这个风险值相对是很高的，所以等于说这2件事情你拿来做讨论的时候呢，好，那当各位发现说这个厂商变更了它的制程，一个是对于收进来的黄豆，我把标准放得很宽，本来1000颗只能容忍有5颗是不好的，现在我可以忍受50颗是不好的，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在脱臭的程序里面，我把温度拉到极高，拉到350度，好，然后我把这个时间缩短到10分钟。那这2个条件都有助于什么？对厂商来讲都有助于成本的降低啦，因为等于说我收黄豆的标准变宽了，那我是不是在成本的部分我就可以降下来？我不用弄到这么多好的豆子，有部分我相当部分可以让它变得比较不好的。成本的部分我就可以降下来，我不用弄到这么多好的豆子，有部分我相当部分可以让它变得比较不好的，所以我成本可以降低。那另外一端呢？你看我时间缩短10分钟，对他来讲呢，我也可以压缩我的生产时间，也是另外一种成本降低。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你知道这2块，我刚刚所讲的2点。中联油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确定一件事情：你从中联油的财报来看，中联油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它的营收你看上面有112年、113年，下面有114年哦。你看这个它的营收
收入的部分呢，它从112年哦，还有113亿哦，到了114年的时候呢，下降成为87亿哦，营收少了26亿哦，少了23.多%哦，可是它的毛利，这是最厉害的，它的毛利竟然能够从这个113年哈，这个是112年的3亿5千万，然后到114年的时候变成4亿2千万，增加7千万。营收少掉26亿，但是它的毛利增加7千万，这个有没有很厉害？所以大家就想说，那这个状况呢，跟我们刚刚讲的，看到这2个改变，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cost down， 它 cost down 了之后呢，它的毛利空间当然就增加了嘛，而在财报部分确实反映出来，它的毛利空间也是增加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当然好，我们跟各位报告完了说。这2天的新的讯息啦，关于这个油的事件，如果厂商做这样的事情的话，请问这些重大的改变哦，制成的重大的改变哦，是总经理于林聪一个人说了算吗？是总经理这个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吗？所以这就是我相信为什么他妹妹会出来喊冤嘛，因为你去注意这家公司特别在说中联油的背后组成福寿、福茂、泰山本来就有3家大公司在后面，所以他的董监呢。不会那么单纯是这么重大的制程改变哦，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总经理说了算，你不要经过董事会同意吗？你不用经过董事会后面跟3家公司报告后之后再决定你制程的改变吗？这些都是重大的改变呢。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哦，我讲2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于总经理的妹妹出来替他喊冤，我觉得他喊冤喊的有他的道理啦，因为这个重大的变化，一个总经理是不是能够做决定？我觉得这个检调要往下去查啦，因为看起来我至少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我不认为这是总经理自己可以做的啦。看这个地方政府的时候呢，看地方政府有验跟没有验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这个都是在境内，也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厂商生产所发生的，所以这跟讨论边境就没有关系了。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跟讨论地方政府？你的抽验跟查验的次数有可能次数增加，或是频率拉高，你就有机会降低厂商在苯扁比这个事件呢发生这么大的风险，可能大家的风险就会少很多。OK， 这整件事情，当今天他那个中联油被收押的总经理妹妹投出以后，又多了很多一些疑云，这是他们也在《镜周刊》，然后《镜周刊》登出来的。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喊冤？当然，先讲这是他妹妹单方面投书的一些的内容。他们讲说，第一个就是时间轴。他说他哥哥当中联油的总经理只1年2个月。他说是不是戴罪羔羊？在进入中联油以前，他哥哥在泰山，所以显然是泰山派过去。对，他哥哥在泰山，而且他哥哥当时都已经快被资遣了，然后突然没有在特殊背景之下，突然就告诉你，哎。那个你被任命为中联油的总经理，他只到职1年2个月，然后他妹妹就说，那个制程包括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早就已经定的，他哥哥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所以为什么他哥哥会被收押？他说他哥哥没有分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类似专业经理人型的。那为什么他哥哥一个人扛了这么大一个责任？这可能也会有很多人问说，我相信检调也应该会往下查。然后这里面最重要一点是他哥哥在被第一次还记得吗？2000万交保。然后后来然后因为那个检方上诉嘛，检方提起抗告，然后后来发回，然后后来被收押。他妹妹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哥哥直接讲了这句话。各位你注意，这个在媒体上面是有上下引号，你只要常看节目都知道，上下引号表示那叫原文。他说，只要父母、妹妹、老婆没事，我就安静面对，该讲的我会讲，结束。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的父母、妹妹、老婆会有什么事？然后他会安静面对，这所有这些会增加了很多一些的疑云在这个里头。好，吴哥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他的这个公司的脉络很特殊啦。我这样讲，我们观众可能不见得听得很懂我在讲什么。我这样叙述好了，就大家在看中联油的时候，后面有3家公司嘛。那3家公司呢，另外2家福系列的你不用管它，你看泰山就好了。那因为它是泰山过去的，所以你要看的是泰山。那泰山这家公司在过去啦这几年呢，发生很严重的经营权之争啊。那泰山的经营权之争呢，泰山以前长期它是泰山詹家的。那泰山詹家后来啦，等于这个遇到了一个对手叫做朱国荣啦。那这个朱国荣呢，当初呢，他是从这个国宝集团起家。那国宝集团当初最一开始是做什么呢？就是做我们讲说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福座啦，福座啦，灵骨塔啦，福座啦，就等于说最早他们是做那种福座，然后呢，后来把这个金融的都部分包进来，然后变成整个国宝集团把连寿险也包进来，所以从福座啦一路金融啦到寿险，国宝集团成型了之后呢，那个当时他的老板叫朱国荣，那朱国荣本身当然这个背景也很特别啦，他等于是从香港到台湾来，在香港也有很多丰功伟业啦，但这个都不管，重点是他来台湾之后呢，就参与了很多经营权之争，那他也收购过其他的媒体。那收购媒体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讨论到他经营权之争的时候呢，还被他们这个媒体人打电话来关心过，所以你就知道朱国荣其实平常还蛮关心媒体的。好，这个然后但是国宝后来呢，这个入主的这个建设公司叫龙邦建设，入主龙邦建设之后，又用龙邦这个头呢，然后去对泰山呢去进行这个经营权啊，而且有趣在这里哦，他一开始呢。泰山面对经营权之争的时候，是面对保利达集团。然后一开始朱国荣去的时候呢，是以白骑士的形象，白骑士就是我不要你的经营权，我只是去帮你们詹家而已，那叫白骑士。所以朱国荣一开始用白骑士的形象去的时候呢，詹家是很欢迎的哦。只是詹家怎么也没想到说，这朱国荣呢，竟然后来枪口倒转过来呢，是对准泰山啊。后来朱国荣就取得泰山的经营权。那朱国荣取得泰山经营权之后呢，我刚刚讲说他的这个背景很特殊，背景特殊在于说他在香港那一段啊。有很多的故事呢，跟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圈仔风云那些是有关系。神港奇兵那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那里都看到朱国荣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的后面啊，不是只有单纯的金融啦，那个做什么这个灵骨塔啦，是当然也有部分你会想象跟这个帮派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入主这个泰山集团之后，那当然他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啦，所以他后来现在据说人是跑到俄罗斯去了。可是但是因为经营权还是在他手上，实质控制力也还是在他手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朱国荣对于泰山集团有实质的控制力，那你想想看，泰山集团派到中联去当总经理的人，需不需要经过朱国荣点头？我们想当然应该要经过他同意嘛。那所以如果他经过朱国荣同意的话，那派去的这个人，那他到底是可以完全传达他意志的，或者他是一个由泰山呢被他派过去的员工，不见得知道那么多事情，因为真的知道多事情还是董事长啦、董事啊这些其实人可能是更关键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于先生啊，于林聪先生呢，他到底是我刚刚讲的这些重大决策，他是这个拍板定案的人，还是他只是呢来背书，但是实际做这决策的人呢，其实另有其人。OK， 这整件事情，检方现在还在往下彻查当中，到底包括各厂商之间该负什么样一些责任，甚或在这几天，大家在政党之间政治攻防的时候，也会提到厂商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呢？包括这些负责人有没有需要出来跟大家道歉？但来元之。它会出现另外一个好，这几天你会发现，大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第一个，刚才包括任俊有讲那个斗内的问题会被大家拿出来讲，有绿营的人直接说，为什么蓝营的人不发起以前叫灭顶，现在为什么不叫灭中？是因为有斗内吗？要不然的话讲话会小声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昨天在行政院开的食安会议，那食安会议要修法，但是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那个有去参加，但是因为跟韩国瑜有约。然后他们也讲说，那个资料这么一大堆，然后拖了这么久，所以他们有提早离开。但是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那个有去参加，但是因为跟韩国瑜有约，然后他们也讲说，那个资料这么一大堆，然后拖了这么久，所以他们有提早离开。绿营的人就直接讲说，这么重要的食安修法。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早离开？这整件事情也会变成大家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昨天那个汇报本来就是非常仓促嘛，你要找人家开会，还有很临时通知的，本来卢秀燕也去不了，他还是把其他事情排开特别去的。然后呢，里面很荒谬，就是主持人是陈时中嘛，陈时中开到6点的时候还说，休息，然后呢，左院长要跟大家查叙，就不开了，然后甚至于资料一大堆。你要开会，通常你资料也先给人家，你要消化一下，然后来讨论才会有效率嘛。没有一大堆资料，然后里面资料不清不楚，甚至于一些用语，连中央单位，比如法务部好像都有意见。所以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紧急弄出来的东西。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7月1号这个事情就爆发了。6月30号他们卫福就收到消息，7月1号跟社会大家公布，昨天是7月21号了，都已经过了3个礼拜了。结果你可以那么急的开这个会。然后准备的那么匆促，那你之前干嘛去了？你在干嘛？你之前是要盖牌吗？还有就是昨天第一次是卫福部组的调查小组去中研子去查厂，昨天才去呀。7月17号开行前会议，昨天才去呀。
那前2、3个礼拜你又在干嘛？然后7月1号，那个时候事情爆发，7月3号，石崇良去跟卓荣泰报告说，我们这个第2层食品是不是就不要公布？然后也不用下架，因为业者也是无辜的。卓荣泰说再想一下，卓院长，你是做过民意代表的人你都不知道食安零容忍嘛？你听到这种东西，你都不会跟石崇良讲说不行，赶快公布零容忍，预防性下架，没有。他说再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想一下，他应该立刻跟石崇良说不行，你赶快下架，第2层赶快公布。结果卫福部还是不要不进啊，然后后来隔了2天又改变做法，20%成分的不用下架啊，被骂爆之后又再改全部下架啊，这反反复复中间1、2个礼拜，大家要吃到更多致癌物，致癌物会死人的呢，他不管，反正你就去吃嘛就他不管人家。那所以现在传出来，也有一个消息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啦，说可能是江志刚食药署长要下台。你说黄国昌的爆料？对，黄国昌爆料，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张志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执政党，假的是国民党，民进党也不会接受。因为2014年那时候，民进党是要求江宜桦下台啦。然后，但是江宜桦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下台，但他有在国会鞠躬道歉。可是后来卫福部长是因为这样下台。可是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卓荣泰也没有道歉。他有道歉，但是他道歉不是为整件事道歉，他是为了说本来是查到4到6月有29批次的出货，后来有1批漏掉了，他对这个事情感到不好意思，但是没有针对整件事情道歉。请问一下，任俊刚才举2014年那个马前总统讲的那段话，讲说什么地方要什么，然后中央支援啊，类似那些，针对那段话，你有什么看法？马总统，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去讲马总统也，我们那时候也是被很惨的嘛，马总统也已经卸任10年了嘛，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那个时候除了鼎新之外，还有一个强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强冠公司那时候地沟油，它就是弄很收水油啊什么之类。那时候那这家公司就在高雄在高雄市啊。然后那时候是有一个老农，他先到屏东县去检举，然后屏东县政府那就不理他，然后后来他去台中检举嘛，这个事情这样爆发。那时候一样啊，这也是硬要讲的话，那怎么高雄市政府都没有查到？可是我觉得那时候马政府的中央政府，包括江宜桦，在国会就是鞠躬道歉啊，因为执政的就是国民党啊，去扯这些东西，但是执政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要道歉啊。请问一下，可是这一次民进党就是很傲慢啊。这件事情，蓝营的态度，刚才任俊有提到，包括这几天绿营有很多人质疑是说，跟斗内啊什么这些政治现金啊，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该骂还是会骂，因为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其实那一天跟那个是福寿的洪尧坤是不是？他已经出事之后，苏巧慧还去跟他同台。苏巧慧那天我们礼拜5早上院会都假动哦，他宁可就是翘班，就是缴罚款也要去跟洪尧坤同台，这也我觉得才奇怪了。我们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捐政治现金，或者有人讲说，卢秀燕是不是也跟他同台过？但是那个都是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那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还特别翘班都要跟他同台的人，我觉得才奇怪。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这个是李明贤的爆料啦，这个陈时中去应酬，好，那当然很多人说吃饭不行嘛，因为我也有看到有人是这样回答，总是要吃饭嘛，但是这个陈时中现在是民进党中央推出来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嘛，从昨天的态度就知道，那这个就是在食安风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我的了解。陈时中还有在操盘另外一件事，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他都一直在管那个牙医师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的选举啊，其实他都在忙这些啦，他还去帮那个民进党小鸡搞参叙啦，然后找一些医界的人去吃饭，然后叫人家捐钱啦。其实陈时中他对选举很有兴趣啦，那你找一个对选举很有兴趣的人在处理现在那么重大的事件，这是民进党政务官态度啊，而且不是只有他。像教育部长，教育最近事情够多了吧？有老师轻生，然后现在一大堆人不当老师了有多现职老师等着退休，然后新的人不愿意当老师，然后结果教育部长我们找他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不来，然后发生这个油的事情的时候，礼拜6还跑去新竹去帮新竹市长的民进党候选人站台啊，去搞以前马政府教育部长是不站台的。对啊，你刚刚讲这样讲，任俊，你的表情。为什么？任俊讲这不是啊？他讲了一大堆，跟陈时中吃饭有什么关系？就突然跑出一个陈时中吃饭，就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搞这些东西，但是有没有专心在处理食安嘛？吃饭时间
现在还不能吃饭，有没有专线属于食安嘛？奇怪。OK， 好，来亮君，这整件事你可以看到。袁志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包括讲说，那马前总统那个是以前10年以前的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赖总统当然有讲说，中央跟地方都有法定的一些的权责，大家各自执施其责。但是现在你看得到，包括卢市长刚才在镜头前面直接点名赖总统，以前是赖市长的时候，袁之讲说现在负责整个食安督导，包括陈时中政委，包括所有这些，现在对绿营来讲的话，对现在的执政党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要怎么样能够让民众真的安心？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一开始是食安问题，搞到现在已经变成是政治问题了。因为食安问题，其实所有的食安一发生的时候，民众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自己有没有吃到，我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些有问题的东西去了哪里？那如果我有吃到的话，我接下来要怎么样锁藏？那这个是民众最想知道的事情嘛。那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说，国民党一直在讲说什么民进党盖牌什么的。我真的是觉得无言以对了哈，就是说，民进党可不可以再做得更好？执政党可不可以做得更快？可以，大家要检讨可以更快啊！你可以说原本6月30号通报之后，然后7月1号去查场，7月3号开记者会，你说这样不够快，你一定要6月30号通报之后，7月1号凌晨12点就开记者会，7月1号凌晨12点开记者会，这样够快也可以啊。如果大家的要求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行政效率或这个速度。要再加快都可以要求。7月1号凌晨12点开记者会，这样够快也可以啊。如果大家的要求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行政效率或这个速度要再加快都可以要求。但是问题是说，回到根本，就是这一起事件的发生。回溯到4月的时候，南桥其实就已经检测出这个油品有问题，也就是中联油脂的下游，但是他没有通报，隐匿未通报。后来到6月30号爆发出来之后，去通报了这个中联，去通报了台中市的卫生局，后来中央就去查场嘛。那所以这个流程其实非常的清楚，中央也没有任何一丝的怠慢。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想知道的就是，那为什么在我们明明有食安法的状况底下，会出现这样隐匿，甚至是延误通报，甚至是通报之后才发现，哇，这个油的流向，我们居然还发现有漏报的，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嘛？所以现在就是去检讨说，过去现在现行的食安法去要求厂商自主通报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在考验人性嘛。就是说，哪个厂商会说我自己油有问题，我还要自主通报，所以要修法，所以要修法嘛。那这个是很实质的讨论，然后民众也听了就说，对啊，你为什么现在的现行的法规是这样，所以这就很清楚跟明白。再来就是民众也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嘛，各自的权责有没有做好来嘛？那中央的部分，我想按照依法依规，就是一步一步的查厂回收，然后现在也针对没有问题的油品继续来把它出货，但是有问题的就扣着不动。但是回到了。在刚刚前面，其实清黄哥已经讲得很清楚台湾的3大大豆初炼油厂就是在台中、台南跟高雄。那这个苯醃皮的物质的抽验是地方县市政府有权责可以去做的。那现在大家的质疑就是说，那台中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怠慢了？过去中央有专案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但是后面是没有再针对这个物质去做抽验。那其他的县市，台中、这个台南跟高雄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做得再更好？以后地方县市政府针对这样子的致癌物质，你至少1年或半年抽验一次。如果你当年度没有抽验，是不是隔年一定要抽验一次？我觉得这个通通都是可以去要求检讨的。但是现在好像一副说台中市政府都不能检讨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态度也很奇怪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地方的权责嘛，地方可以做，但是没有做的周全嘛。那所以到后来，现在蒋万安发起这个什么725大游行，然后我看了，因为我作为台北市议员啦，台北市最近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啊，包含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虐童案，就是这些事情，刚刚这个袁之讲说什么6月30号这个中央接到通报，然后现在7月几号了，然后怎么样，
中央在7月1号就去查厂，7月3号开记者会，台北市发生虐童案。6月26号的时候，园方通报台北市教育局，到现在已经是7月22号了，1个月的时间，家长苦等教育局的回应，等不到，四方的去找议员、市府协助，还写信到蒋市长的信箱，搞了1个月之后，蒋市长才说，哦，他接下来要从严从速来处理。我看蒋万安处理这个游行的效率啊，是比他处理市政的效率还要好。我觉得在这些市民的心中，当然会觉得很荒谬啊。那蒋万安在议会里面，然后这些荒腔走板对于议员的这些质疑跟回应，我觉得最后通通都已经是演变是在政治操作。而且刚刚前面还提到说，哦，是不是这一次725的这个国民党全代会，那是不是大家就要动员上台北，然后要包车上来台北？那我觉得在一般民众的心里啦，这个因为食安问题真的不分党派，大家只觉得说你现在跟全代会绑在一起，然后这个又串联这么多的县市首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现在是不是又在搞选举？你到底是真的把心思放在食安上面嘛？所以我觉得把民生问题、政治操作，这个是最要不得的，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你上街之后，这一些有问题的油就会不见吗？这一些法就自然会修好吗？现在这一些最务实的问题，都是大家中央地方一起联合来做的，该检讨就检讨。不要一副就说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中央，然后地方政府都没有检讨的空间。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有权责的嘛。但是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当蒋万安登高一呼说要上街头，这整件事情不可避免的，他的政治对立就已经出来了，而且整个就已经是双方就是大军团直接对干了，他变成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民进党不用去动员什么，可是一毅然就两边之间单纯食安的讨论，甚或是政治上之间的一个对决，感觉上就出来，而且是蒋万安发起的，各路诸侯大家谁会不想印象这些？可是这所有的你说在过程当中，好，刚刚讲到，照理来说，台中市党部或什么没有道理，他们说啊，我们不会强力动员。理论上应该强力动员啊，因为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为什么是卢市长会接受媒体访问，甚或直接讲啊，中央都在攻击地方？因为感觉起来，因为中联就在台中嘛，所以似乎这件事情，但台中党部的那个回话有没有透露一点什么？当卢市长办了线上的会议，然后郑丽文刚才在国民党上直接讲说啊，各个地方议员回馈都已经爆满，所有那些。郑丽文某种程度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这整个725人数的多寡，或是谁站前面讲第一个，谁讲最后一个，最后要不要所有的人站在台上，谁站在 C 位，谁站在旁边？不是，刚才任俊讲阿管这件事情讲的是一个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吗？他就吃了陈氏豆沙包讲了实话吗？是啊，就是为了政治选举考量嘛。那这中间当然非常的这个复杂。就是说，蒋万安，你突然你说你为了选举要动员，可是你离选举也还那么远。那所以说我们只能定位你这个就是在党内争权的一个动作嘛。就是你觉得这么明显？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总统出访是外销转内销什么东西的，出口转内销。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对外办一个，然后我抬高我党内的一个地位嘛。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踩着卢秀燕的血在往上走的。因为你看人家姐弟撑一把伞这个画面，然后你讲他是踩他的，对，那我就想，你看袁志毅会这样讲。如果都是见的话，要看两个人 OS 是什么东西。OS 是什么？对不对？卢秀燕为什么要拼命的开国事会议？因为这个东西你闹大之后，本来大家都的焦点是在中央上面，你这石崇良讲错话啊，那你这拖延什么东西的？好，你现在扩大成为像你讲的这样子，所谓的政治层面，还有这个蓝绿对决的层面之后，绿军就开始反击了。原来发现你台中市中联所在地，你一次都没有验过。那我们很边经的那个麦市长，他就验了18次。然后呢，你们那个万安
万安先生又打电话给他，对，然后又被他修理了一顿。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变成说，蒋万安你就是在抠人嘛，那你又去连妹又去拜访那个韩国瑜或怎样，那这场东西弄出来之后，蒋万安是完全是得利的，在党内完全得利，党外我不知道，因为党外我觉得就是说，你蒋万安，你看最近出现在议会场合都是在吵架的，他的人设跟以前不太一样，对，对不对？那有一次我不知道，亮君最近也跟他之间，对，也有讲到一些，连亮君这么温柔的女生都要跟他吵架，对不对？所以说，蒋万安你整个在市议会表现就跟完全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刚才就在想说，亮君从美国回来一趟以后，发现蒋万安已经变一个人了。蒋万安你整个在市议会表现就跟完全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刚才就在想说，亮君从美国回来一趟以后，发现蒋万安已经变一个人了，他已经不认识了嘛，所以说，那我们也市民会觉得说，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啊，你就好好的讲，而且你作为市长，当时来你在批评这个苏贞昌在行政院太凶的时候，那你作为一个市长、行政官员对议员这样子，我不晓得是哪一天的党团也是啊，他们去你们党团，然后王敏胜就拍桌子嘛，就说你到底是要怎样？那你可以从这个对话中间，完全蒋万安没有在讲市政议题的，没有在回答的，完全也是在骂人的啦。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晓得，在党内一定是有利，他就是踩着卢秀，那你可以看到，你觉得党内有利是有人说是未来郑丽文在党主席的竞争者，有人说是2028的排序已经开始改变了，对，都有利嘛。因为你未来就说好，我如果这个第一个卢秀燕，我可能我就被你踩一脚了，那我至少想跟卢秀燕在2028上面，我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啦。然后再来，如果2026主席要下台的时候，他要不要去选？蒋万安如果照这样的话，他就应该要去选党主席啊。那选党主席改选的时候，卢秀燕如果当时要选，因为他觉得上一次没选后悔了，那他们两个是不是又拼上了？所以那个手牵手，那个 OS 不晓得讲什么，不知道啦。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就是不止2028，可能党主席那一局可能也会拼上命嘛。不是命啊，就拼上了啦，就是所以说你蒋万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所以你现在你看看卢秀燕现在就是急忙在挽救嘛，就说开国事会议啊，转移一些焦点存在。如果你完全上凯道的时候，绿营一定会攻击说，那你的针对性是不是？如果是食安的话，是不是你台中也有把关不好的问题存在？因为你全部是中联，你已经几年都没有验过嘛。那你从那个制程，如果那个总经理像他女儿讲了，他妹妹对，像他妹妹讲的，只有上任1年半，显然他的制程改变已经超过1年半的时间啦。那如果你台中市政府，而且我们食品法在那个顶新油之后有改过了，所以那个院子不要拿那个旧的法跟那个新的法去拼凑嘛。现在这个第一线的管理还是地方政府，你们蓝白拜托好不好？那个财报法抢钱的时候跟抢权的时候抢得要命，现在有这个责任的时候就推得要命，你们像话吗？没有推、所以说没有推，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像刚刚大家讲这个企业确实就是之前按照就是希望这些大企业负起社会责任，所以都以自主稽查为主啦。你说他现在想说，你台中都没抽查，其实他是抽查，不是普查。抽查这么多的油他每次生产这么大量，几十万桶，一年可能量非常大，你也是就抽查而已。他不是靠说抽查来防弊，他是要靠一开始就是靠这些业者自主。所以那时候台中是不管是抽查还是普查，至少你要做一次吧。没有不可能普查啦，因为普查。没有普查。那现在如果中央认为说是因为没有普查，但是高雄抽查18次。你可以去，因为中央也没有规定频率嘛。大家如果说台中你可以增加频率，我觉得也 OK 哈。但是你现在不能够讲说这个事情造成是因为台中没抽查所以造成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那几年前台中曾经建议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大的厂商他们自主检验嘛，都要找实验室来测？那是不是实验室如果有看到，就要主动通报？那时候台中有建议，那中央说不用。其实如果那时候中央有采纳台中的建议，今天发生这个事情，那个时候
南那个南桥，它是5月中的时候是去查发生这个事嘛，那实验室就会通报，所以大家吃那个致癌物就会少吃一点。但这是不同的逻辑啦，就是原之现在讲的是说这个找实验室，然后实验室马上然后就通报。这个但我们在讲台中的部分是在于说，这个如果台中市有抽查的话，因为原之说不要普查事实上食物量也做不到，因为能量不够啦，但至少抽查是可以做的。但台中市的问题是在市政府本身过去8年对苯扁平这个项目是没有抽查的，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嘛。然后另外啦，我讲这个在不是，所以就是就是我在讲针对这个台中市为什么在苯扁平我这样讲。台中市在苯扁平这个部分确实自己本身对业者抽查是0，而且台中市只有这么一家哦。你说很多家就算了，我说的是做黄豆沙拉油的上游业者，就只有这么一家哦，就只有这么一家啊！你对他抽查过去8年都没有一次，这说不过去嘛。尤其相较于什么，在一般人心目中会觉得说，当初西部特罗事件的时候，对那一块猪肉，你可以找3个部位去验它22次，你没有听错，22次。那一块猪肉如果可以西部特罗要跟他验22次，那为什么苯扁平啊，针对油品事件抽验他1次都不行？所以就说你台中在这个次就被比下去，所以说为什么卢秀燕要开这么多的会议啊，把它提到国安层级？那其实就是因为你台中市在这个8年中间没有抽查过1次苯田比嘛，所以才会觉得说，大家就觉得说，台中市政府你们这个整个凯道这么大的这个号召力去指向炮打中央的同时，地方政府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卢秀燕会那么掉？然后另外我问你啊，选台中市长的人到底是谁啊？你说江启臣吗？对嘛，就是启臣嘛，对不对？江启臣啊，那江启臣为什么没有讲话？所以说，当然他一定也碍于这个卢秀燕的尴尬的地位，所以他也没有讲话嘛。不过他也可以，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致的，一致对于绿营不利，然后对蓝营有利的时候，我觉得江启臣也一定站出来，至少也是立法院副院长啊，对不对？那也是要选举这个台中市长的人，谁可以选市长，不管市民的食安。所以我觉得说，你蒋万安这样子做，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未来啊，也忘嘛。那所以说，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说，你那么多市政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当然啦，希望这次弄完之后可以做一个民调来看，他的民调有没有变化？因为基本上我认为他在这个东西对党内绝对有利，但对中间选民到底吃不吃这一套，我觉得很有疑问啊。你台风假都放错，什么东西这个淹水没有做好，那你就拼了那么大场子去搞那个政治运动的东西。以前蒋万安喜欢搞政治运动吗？他对市民的观感冲击太大了。那这样的变化的蒋万安，还有你发动这样子把一个食安议题变成一个政治的蓝绿对决的问题，到底台北市的中间选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很有兴趣啊。易中老师，你会怎么看？对蒋万安，敏凤刚自己行间隐然有觉得说，蒋万安发起这么大的一个游行的活动，是会转移掉市政的一些大家讨论的焦点吗？这是蒋万安想要做到的目的吗？另外一个部分是，这整件事情大家在讨论食安这些。但是当一个大游行，甚或又有人在绝食，所有这些的时候，焦点就会摆在这些上面，看人数多少，看谁在哪里或什么这些。但那个本质的问题还存在吗？我所谓存在是说，大家还会在乎多少吗？而这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尤其讲到那个绝食了，刚刚讲到那些，我还是讲的是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可是大家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会不会有点失焦？会不会？先讲整件事情是因蒋万安而起，就是上街头这件事，一个穷人嘛。上礼拜我就说他要上街头，礼拜4就喊着，然后礼拜5就跑去立法院党团去拜会，然后最后就敲了这礼拜6的这一通，所以蒋万安非常的冲。那大家说为什么蒋万安这么冲？当然是为了转移市政焦点。蒋万安今年的胜选方程式就是不要跟他谈市政，越不谈市政，他的胜选的那个胜率就越大。那亮君他们难道也不谈市政？他们一定还会在议会里面一定还会讲这些。所以蒋万安要转移，对他们一直追打他。不，原本他是派英伟出来打，可是后来大家觉得英伟有点
抢风头到好像变成蒋万安不是市长，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蒋万安有自己，可是直接打他要打得哩哩啦啦。他高雄有验吗？高雄有验吗？有人家验了18次，就是很尴尬，所以你不能跟他讲事。但是最起码会出现一个，刚敏凤讲了一句话，那个沈伯洋会被边缘化吗？对啊，就是整个这样一弄，那要不然就讨论的，要不然这样，因为沈伯洋在这边他怎么使力呢？所以蒋万安他现在的重点不是沈伯洋，他现在就是要摆脱他自己的市政的那些哩哩啦啦，然后转移，然后而且顺便累积他未来2028的这个政治能量。我不一定说他要参选，但是他就累积一个作为一个储君的角色。所以这一拖，平常已经讲了，你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大家都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科学跟政治你不能过度的仰赖科学。这一拖会变那么大拖，就是因为当初嘛，就7月4号的时候，因为就已经爆发了嘛，然后等于公布了嘛，就某台博奇说什么问题有使用20%以上的才要下架，也就是说你用问题也有低于20%的不用下架。这民众听到说这就自来油，然后什么20%的没下架我们都可以拎掉。其实今天施崇良出来解释，他说这件事情这个是按照他们那个过去106年就2017年的这个处理原则，所以说这个原则是有的，就是说20%以下是本来就免下架。但是这时候老百姓听不懂，没错，也听不下去这个东西啊。你现在跟我讲科学，讲过去的这些标准，然后还有什么你们那天台湾定调这个东西就不能这样做，就政治跟科学有时候你不能过度依赖科学你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政治，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所以施崇良他们是有依据，但是那个依据是你摆在政治里头看的时候，没错，尤其这个独有民众听到那个就会你知道那个心惊胆跳的时候，对，因为每个人都在讨论，对，所以原本这件事情你说有没有盖牌，我不认为有盖牌，因为那是厂商盖牌，所以中央政府知道以后马上去处理。可是问题是，当你讲出什么20%这个数字以后你知道那个民众的延烧，然后后面就一连串，所以蒋万安看到这个破口，赶快就攻，然后攻了以后，其他的地方诸侯前一阵子被四广阳搞得什么欢喜，万美玲没问你去问国民党那些民意代表都不想回答。还有我一个好朋友回答了以后说什么赎罪什么的，被骂到臭头啊！我的一个新北市的议员。那我问你725之后，四广会不会再讨论？对啊，一定会再讨论的。但是至少在725以前，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因为郑丽文昨天接受专访，我知道，当他讲了东方不败，然后讲了万美玲委员他们全家被鞭尸，什么类似这些。你告诉我，你怎么能不再讨论一下？但是这笔账我们下礼拜才能算，因为这礼拜725以前就是独有，就是这笔账独有为主。对，所以就是他还是可以转移的。但是问题是每一次国民党这个局，其实蒋万安这个局，老实讲，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好了，就是说他做这个时间点的决策，然后大家就是国民党刚好年底又要选举，各县市诸侯大家都动员。问题是我现在讲问题就是会国民党每一次这个局势好的时候风向起来以后，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来捣蛋。我现在捣蛋就是那几个抗议的那几个。就那几个所谓绝食，绝食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本人是公民老师，他是公民不服从、非暴力抗争的最后手段。我再讲一次那是属于公民不。什么叫公民不服从？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我已经完全没有方法。你公民党就要执政党，可以立法院多数党，你得能够监护，你要修法，你也不用太认真，我知道，政绩减肥而已。我知道，我现在是跟他讲，先把正事做完，就是说正常来讲，你现在就可以启动修法程序，地方政府就可以启动查程序，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公民不服从是完全没有办法，以后我才要用非暴力抗争、绝食的方式，用自残的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心。现在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吗？和平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吗？牺牲已经到最后关头吗？不嘛。现在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吗？和平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吗？牺牲已经到最后关头吗？不嘛。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秀场，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去参加那几个刚好都是要参选年底的，原本是国民党那几个要参选，今天连民众党要参选的都去刷热度。所以你说这个不是选举场，我骗笑。我讲的说，我看过的历史画面的绝食是像甘地那种3比8阿杰里亚，甚至我看过像施明德听过那种，因为我们没有看他人在狱中绝食。那个我去参访的时候，我去那个人权博物馆，常常跟我说，施明德那时候是真的就是一心要死，所以最后狱中强灌他，用那个鼻胃管强灌，总共灌了3040次。强灌就是给你捏管一管的，不让你死。我去3种看过施明德。好，来，直播画面长这样，这是他们绝食的画面。来，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直播现场，对不对？下面网友说看起来好像在垦丁，然后网友说去台湾既不揪你看这个样子，坐在这边，然后给他开球滑手机啊，电风扇这边吹，你给我说这个叫绝食抗议？我现在讲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画面会说话，这个骗不了人。所以
这几个宝贝蛋的这些活动，他们想要刷他们选举的热度，可是他们让整个反毒油这个正当性大大的减低，甚至就直接淡掉了。所以礼拜六这一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能量了啦，它就是变成是国民党传统的动员活动，就是有人家在谁啊，大概这个就是老实讲，民进党政府这一次因为这几个宝贝蛋其实是挽救了他们，因为如果我讲实在话，那是本党被绝食我都有跟我朋友讲，我哪边生去蠢我是玩真的。你知道什么叫玩真的？当年我2014年那时候游锡堃竞选的场合，那时候因为他没有申请场地，可是我们认为就是集会游行法是恶法，所以我们就9点的时候讲真的9点的时候警察过来被打人我那时候想说好了就给你打吧，非暴力抗争的喜欢那样。或者喜欢我打算给警察那个头，我是战争的，我拿那个牌子是什么集会游行法违宪，然后警察那个棍子都准备打了，我那时候想说好算了，就给他打吧，就打了吧。结果不知道谁 sense 突然到了，警察在第一线已经准备突然收队，9点多突然收队，后来这件事情就平和，隔天游锡堃只输了2万多票，我讲更难听的了，他那时候往我头上打下去隔天游锡堃就当选了。这就是非暴力抗争的经典，就是你要让民众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良心的，是对的。还好这些宝贝蛋这样搞，所以他们现在就算，而且他们前2天还被人家讲到现在比较收敛了嘛。然后，可是我觉得马北，因为民众已经把你们这一场所谓的原本是神圣的绝食抗议，现在定调就是一个选举的秀场。那这个对于那个礼拜六的那个街头动员的正当性就大大不会再重现什么红中。袁志宝简单回应一下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绝食都很不好受啦。对，因为我也是不赞成他们绝食，因为说真的，绝食也没办法减肥啦，它就是肌肉流失，其实对身体非常差啦，会对身体非常差。所以这个也是歪楼。对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心疼啊。然后但没有心疼，但我知道我是没办法理解，大家要丑化他们，因为说什么他们怎么接力绝食，根本都没有这些事情嘛。那个是。其中有一位那也认他因为中间要去出庭，他出庭然后出完庭还会再继续回来，是这样，不是大家就把它形容成4个人1人绝食都来接力，不是这样，他们就是一起绝。就我了解现在有绝食，还有帐篷，还有电风扇，还有这些送粮的。不然搞不好一下就不行，因为天气真的非常热啦。但是那没有吃东西，那你今天要唤醒全国人民的良心，你认为毒油是真的全世界最邪恶的事情，你就要用你的那个我刚才讲像甘地这样的这种肉体的自残去证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基本上搞到铁家的不肯定。那你这样讲，那林义雄之前绝食还喝豆浆。没有，林义雄是玩真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连豆浆都没喝？这件事情我他那时候才绝食24小时而已。我没有，比饥饿30还少6小时。他在2014年那一通他是玩真的。你搞清楚，那个时候国会是国民党占多数，总统是马英九后来是拜托，因为这件事情核四停宪，因为他知道林义雄是玩真的。绝食就是要玩真的才叫绝食，不然你他妈不去存。OK， 大家绝食，我觉得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啊。对，我也不赞成，对身体都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好像这个。我们讨论食安，当然就为了身体健康，为了全民的健康。那当然你说那个绝食这些，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健康非常的重要。OK， 好，来亮君，你刚才过程当中有提到，对蒋万安来讲，市政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大家看到在媒体上面，所有的议员要监督的一个对象，而这里面最近大家在讨论那个所谓的虐童案那件事，那件事一路延烧到现在，这中间过程让你们觉得蒋万安在处理上面，或是台北市教育局在处理上面，最让你们大家在这里面觉得诟病的地方是在哪？我刚刚讲就是这一起在这个幼儿园所发生的虐童案当然这是在这个7月16号，也就是上礼拜的时候呢，有议员来揭露，但是实际上呢，家长是在6月23号就已经发现，然后园方呢是到了6月26号才通报有这个不当管教事件，通报到教育局，然后呢，教育局就开始启动调查嘛，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冗长，然后包含家长自己要去调阅监视器等等的这一些，他们都是自己到处去奔走，然后才去找到说那他们要怎么样去找到保全证据啊，然后调阅监视器啊，然后他们就很希望接下来是不是市府教育局他能够对幼儿园做出比较强力的处理嘛？那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些家长他们6月29号的时候写信给台北市政府，然后7月6号也写信给蒋万安市长办公室，然后到了7月16号的时候，这个质询开议的那一天，洪建义议员、徐立信议员，
然后把这个事情爆出来。7月17号的时候，这一些家长忍无可忍，亲自到议会递交陈情信，交到蒋万安市长的手上，然后市长才说他会从严从重来处理。那过去这个礼拜，台北市政府在做什么？教育局在做什么？而且蒋万安任内他上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5起幼儿园的虐童案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说单一一个事件，而是我们很明显的在通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教育局的反应系统上面，看起来是非常的缓慢嘛。要不然家长怎么会忍无可忍？如果都有按照这个 SOP， 然后又很快速明确的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不当管教事件的话，家长为什么后来都得诉诸新闻，都得诉诸议员？然后让议员非得要在议会质询，教育局才会动起来。那请问一下，那个感谢函那件事情，蒋万安后来表现得很震怒，说他从来没有同意过被拿去当广告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同意不同意这已经不是重点。蒋万安为什么说谎？蒋万安说他不认识，他说他不认识，因为大家讲出来说，你还要写感谢函，然后给这个园方的创办人跟执行长，感谢他们照顾你的小孩。然后他说他不认识，不认识你会写信，而且你是有2个小孩都在那个幼儿园念过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蒋万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觉得面对这个事情真的是的态度真的很消极，他又一直去主张说他3宝爸，然后他在这个育儿议题上面，然后这些幼托议题上面他很重视，可是问题是面对这一些家长他们的小孩，其实我以前也有接过好多的这些幼儿园的这个不当管教案。我家长拿那个影片给我看的时候，我不是那些小孩的爸爸妈妈，但是我看了眼泪都快掉下来，就是被扒头，然后被拖行。那个你自己是他一些家长，你看了不会心痛吗？那你作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面对这些事情上面拖拖拉拉，而且我还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蒋万安市长面对这些虐童案件拖拉，然后呢推啦，然后呢国民党的议员全面保护他。大家还记得凯凯案的事情吗？凯凯案在当时大家也针对台北市社会局的处置有很多的质疑嘛，在第一时间民进党在议会里面要求蒋万安市长针对这个部分要做专案报告，结果国民党怎么做呢？国民党不让蒋万安做专案报告，为了要保护蒋万安啊，甚至大家要讨论要做专案报告的时候，还刻意的技术性流会，让这个会议开不成。所以我说这个难道是政党问题吗？这个难道是什么国家认同问题吗？这个通通都是民生议题。那蒋万安你讲说要让这个小孩的这个啼哭声成为台北市的交响乐要提高台北市的出生率，要让来到台北市的人敢生敢养，敢在这里养小孩。你台北市这么多的儿虐案，你面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拖拖拉拉，家长一定要四处奔走，要搞到上新闻，你才说要从严从重。然后蒋万安还说，如果大家觉得罚得不够重，我可以再请中央修法。我的天哪，这在你的权责里面，你可以要求院方将这个不当管教的这一些职员停职，你也可以暂停，要求园方停招啊。这个是你的职权，你可以有最重的处分，为什么你不做？然后又要推中央啊？大家觉得罚20万、50万太轻了，我们就再请中央修法。如果你要一直要中央修法，那你去当立法委员好，你不要当台北市长。不过这件事对蒋万安市长会伤吗？现在大家都有一些讯息，他们都陆续在澄清了。为什么你不做？然后又要推中央啊？大家觉得罚20万、50万太轻了，我们就再请中央修法。如果你要一直要中央修法，那你去当立法委员好，你不要当台北市长。不过这件事对蒋万安市长会伤吗？现在大家都有一些讯息，他们都陆续在澄清了。譬如说讲说他到底认不认识那个对啊，那个感谢函的事，那个他们也有秀出来，说有一个议员徐立信在质询嘛，就直接问他说，听说这个幼儿园的妻子跟蒋万安的老婆是闺蜜。然后蒋万安就说完全不是事实这是完全谣言。然后问他说认不认识这个负责人，他说不认识所以这个都完全澄清。不认识会写信，亲爱的创办人及执行长，你的小孩送去给园方，你也不认识，这2个小孩如果我是家长，我把我的小孩送到那个园方去，我一定会想办法去。他在这个他小孩在这个，你可以说不熟，
但是你说不认识就太扯不。认识，你就是说我跟叶元之同台好几次，然后大家问我说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啊，顶多就说不熟嘛。我觉得真的是两回事。定义跟我们的定义差很多。而且大家就说哦，因为他写的这个信，所以他一定有包庇嘛，是要这样子恶意连结嘛？这就是政治攻击呀。但我打一个岔，然后第二个哈。讲那么多，那市政府是不是有怠慢？没有啊，他们的态度就是零容忍啊，对不对？你看，从严从速从重，你给任俊看看，然后一开始就把20万，就把第一时间6月26号接获通报，对，周末就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6月29号那个涉案教保员就已经对不对？哈。7月2号，审查小组就启动调查，长官，而且从影像发现有疑似不当管教，7月10号再停止另外一个稿念一次，好，可以。我只问一个问题，我只问一个问题，家长说他2年前有一个家长说他2年前一进到那个，因为他们是贵族幼儿园，他那个很贵哦，他那个注册费要8万，学费要3万，那真的很贵。以台北来讲，行情都算是很贵。一共那个家长因为就是贵嘛，可是他一进去就看到这个，就看到这张感谢函跟这个就放在门口。就进去，他说看到，然后园方的人还跟他讲说，哦，对我们万安市长啊，那个应该那个才是委员，然后万安的那个孩子在我们这边念，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讲的是说，这个东西按照家长的说法，他2年前就挂在那边，所以这2年来他就变成是挂。当然，蒋万安说我没有同意他做这件事，活招牌，那这个我可以理，我不争辩。我现在讲的是说，这个东西显然放在那边2年了，这2年来，幼托中心。托婴中心是社会局，那个幼儿园是教育局。你社会局跟教育局有没有官员去查过？应该有吧，总是要有一些督导嘛。你官员进去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没看到这一张，不可能吧？那你官员看到以后，哇，哎呦，这市长应那拢底下汤呢。我问你，你在查的时候会不会温柔一点？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官员要不要回去跟市长汇报告市长？我们发现说这个幼儿园拿你当活广告，市长你有同意吗？这件事情没有人解释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家长在质疑的说，为什么6月的事情拖到7月？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教育局台北市对这个幼儿园这么的放松？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嘛 ？OK， 这整件事情其实长期以来，刚才前面的食安，包括对孩子。不管是从婴儿到孩童到学童，所有的这些照顾一直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任何再往下延烧，或造成什么样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是大家会密切观察的一些重点。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连俊有刚敏凤讲说，再怎么样，因为食安一定是725以前，大家的重点。那725以后呢？4管的事情，难道大家就不讨论吗？不是，本来如果郑丽文没有接受媒体访问，大家不会讨论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事情。是，那你就让4广阳，他也许自己还要沉潜一段，让他怎么样？但当郑丽文去媒体专访，然后说东方不败，然后说全家被鞭尸，这个感觉出来以后，那你势必还会再回头看，到底是谁被霸凌，谁被鞭尸，谁被什么，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了。其实今天郑丽文是因为接受彬哥的访问嘛，就谢寒冰的那个访问嘛。那我看完他整个之后，我反而觉得，其实，在郑丽文的眼里面，他的重点根本不是4广阳。他所谓的东方不败谈的是万美玲啊，对啊。他所谓的被鞭尸指的是万美玲很多事情，他们的家族很多东西被拿出来谈。郑丽文其实他会，我不相信以郑丽文的这个良知写信或他的这个智慧能力，会不知道4广阳传出的这一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霸凌的成分。他今天去讲说，他连那个当年林志坚的案子都拿出来，就讲说那个什么因为论文案被轻忽了。他说，那今天4广阳没有要挂国民党，退出国民党提名，基本上就是让事态冷却了。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吗？就是说4广阳只要不接受国民党提名，你们就不应该再骂国民党了。所以他其实今天所讲的话，他没有在替4广阳啊。他其实从头到尾谈的都叫做万美玲，而这也不就是外界现在在对于这整件事情，对于万美玲的角色，我一直都在讲，你们2个要面对是不同的。4广阳有没有曾经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些什么事情？那他必须要面对。但大家外界质疑的是，那你当妈不是扮演，他真的是他妈啦就你当妈妈的这一个人，在处理你儿子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因为了要保护或者为了要教育你的孩子，反而教训到了别人？
这是后来为什么连那个斋他的发文会引发这么多人去讨论说，那你还去找爸妈或干嘛的？结果现在连党主席都跳出来。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讨论？其实说实话，今天郑丽文的讲法是什么？他说今天这个四广阳，国民党已经取消了四广阳的提名，但重点不在这里，因为第一个我都讲你搞错了。是四广阳先说我不要给国民党提名，是四广阳放弃国民党，怎么会是国民党先取消他？你们对外都否认有这件事情呢。我那天不是讲主委吗？他们都否认说有跟四广阳谈啊或什么的啊，结果不是啊。然后郑丽文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好，我们既然他这边国民党没有要提名他，我们也不再提名了。你这还是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对面笑得那么开心，没有啊？你们的副议长的那个女儿要选，当时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党内初选吗？反正有一个说法啦，就是说因为是这个女生她不愿意啦，因为她觉得如果其实用初选的方式的话，以两边在比实力的时候，她认为初选也会输啊，那就完全就是剥夺了资格。那如果我坚持要参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党纪处分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家心态有一个，我现在做梦到了啊，反正就有个版本是这样。可是现在另外一个梦其实是桃园地方这边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四广会不会退选？他不会退选。他不会退选的。我那天在讲那个李川的那个手板，我都讲嘛。我说地方上现在挂着四广的看板，全部是上面没有国民党党徽的，有国民党党徽的都拿掉，他一定会再换一面。所以当他坚持要进来选的时候，对于郑丽文来讲，郑丽文真的觉得说，他不挂国民党了，所以今天就不可以再骂国民党。郑丽文今天讲法是这样啊，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冷却了。结果你们居然来打万美玲。我说实话，在这件事情里面讨论最多的，你真的以为是民进党的吗？其实没有，民进党巴不得四广阳选啊。我讲白一点，你就给他选嘛，因为你选上去之后，你会瓜分国民党的票啊。真正要让四广阳不要参选的，我不相信郑丽文会不知道。你真的以为是民进党的吗？其实没有，民进党巴不得四广阳选啊。我讲白一点，你就给他选嘛，因为你选上去之后，你会瓜分国民党的票啊。真正要让四广阳不要参选的，我不相信郑丽文会不知道，那就是国民党地方上面的人会有压力跟影响。不过这整件事情，明凤，郑丽文这时候专访就是要把整件事情再引起大家的注意嘛，或是把这整件事情跟国民党要扯上关系嘛。虽然他说不要再扯上国民党的这些，但是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些，大家更会把他跟国民党扯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大家都说他非常擅长空战的原因嘛，对不对？他可以把一个本来可能要平息的东西再搞热啊，那这就是空战的这个代表作嘛。所以大家跟郑丽文多多的学习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整个新闻呢就不会散，不会因为725要上凯道，我们也不会因为上凯道之后才会谈，我们会继续在上凯道继续谈。所以说，郑丽文就是一个这个非常擅长空战人，所以我们对国民党2026年底的这个所谓的空战，非常有信心。然后呢，只不过郑丽文的空战对象都是自己人。我看他都现在为止没有打过2026的任何一场选战的这个所谓的策略出来。但是呢，对于这个本来应该要熄火的东西，他又去加油添醋。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其实要不要追究四广阳，我们也是要追究你国民党啊。你国民党不提名这个人，你就是在放纵这个所谓，你就是在默许。说不补提一个，不补提，你就是在默许这个四广阳的这个参选嘛？那你怎么会说？什么？不关四广阳事，只关万美的事，因为四广阳已经不接受国民党提名了。你骗笑那你都当我们当傻瓜吗？我们智商有那么低吗？你就是在按住他嘛。所以这个等于是你就是国民党在整个纵容四广阳的霸凌案嘛。所以为什么邱若华要出来骂人？桃园的基层为什么要沸腾？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你四广阳你是假的这个脱离国民党，我不相信他如果当选，你能保证他不回去吗？他
一定回去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说你这个郑丽文，你就不要那边冷笑威，然后就说什么我们在霸凌万美玲，万美玲不是公众人物吗？她不是立委，霸凌，他说鞭尸，鞭尸好，那更严重。那万美玲死了吗？为什么叫鞭尸啊？我就不懂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做一个合理的监督嘛。你那些家族的东西，你就只要说清楚。我觉得是我们在被万美玲还有万家人这个在霸凌因为你们那些搞那些有的没有的，我们作为职责又不能不管，可是你们就完全不应对，那只是去跟中央党部哭诉，我也不晓得他哭诉什么东西。你自己的事情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说明，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万美玲自己惹的祸。万美玲也是一个空战高手啊。你说他去专访那次，对呀，120公斤就讲成110公斤什么东西的，那不用就当兵的事情也是万美玲自己报的嘛。所以我觉得万美玲跟郑丽文两个就是姐妹淘，两个就是空战的这个高手。所以呢，你们2026的年底年底的选战就靠这2位空战高手在打了，然后一打之后就会获胜。然后呢，就不晓得四广阳或者万美玲。我觉得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讲因为国民党在那个地区，他们认为7席的实力是有的。那你今天有一个不挂国民党，其实对于国民党在这整个的盘势面来讲，我既然是有7席，能够挂国民党旗子的话，事实上为什么我要让？我想地方上是有这个声音，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说，另外那一位什么副议长的女儿，其实有些人在讲，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我平均如果真的是挂国民党的这个状态之下，四广如果愿意退选，国民党可以保7席，他们认为地方实力有。郑丽文的这个专访，老实讲，第一个他帮这个万美玲讲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自己去扯他什么东方不败，你去看看电影里面东方不败，你真以为那个改编之后是每一个都像那个谁演的这么的温柔婉约吗？东方不败多凶残啊！他那是爱丽戏也就他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他武林的地位嘛。好，但重点不重要。其实老实讲，他今天其实是定案了一件事情。他真正要讲，就我国民党不补提了。对啊，就是我管你几席，你地方再跟我讲说你有7席能够保证，那是你地方的问题，跟我无关。而我党主席就是定调。其实你会发现几次郑丽文都扮演这个角色啊。我都告诉大家讲说，我党里面最后做的决策就是这样。所以这也就是万美玲为什么要去找郑丽文啊？就谈说你不要再补提了嘛。虽然桃园的地方党部上面有说要补提，或是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对嘛？但是问题是万美玲就是跑去中央党部嘛，否则，请问一下，万美玲什么时候跟郑丽文这么好了？不是，但金黄第一个，谁会想在选战？你问亮君今年要选，然后人家讲说你就问呢，然后就什么？亮君会很怕听这种嘛，对不对？当然，是不是？没有，非常危险。你看是不是？对，然后告急，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原之如果28年要选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一定不可能人家讲说就问。原之每天都在告急啊，对不对？我一定下次会赢更多。但是你说他是个东方不败，我也不知道万美玲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我就是个东方不败。但是很显然，还是有人讲说郑丽文他又把媒体声量往身上拉了，你就不得不讨论他这一块啊。我分2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这个对于郑丽文来讲，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要把媒体的镁光灯焦点拉回自己身上了，要不然都停在蒋万安身上，对不对？好吗？尤其是在7月25号，我请问了，7月25号这一场这个上街头的游行大家会觉得是蒋万安发动的，还是郑丽文发动的？当然蒋万安嘛，所以你怎么想都不会跟郑丽文想在一起嘛。对啊，所以光是郑丽文在这一场里面，你想想看，这搞不好要出钱然后呢还要帮忙动员然后到最后如果这个好处都是落在蒋万安身上的话，那这不是标准的，这是为人作嫁所以等于对他来讲，当然在这个时间点要把一些注意拉回自己身上，我觉得非常合情合理啦。然后第二个，他上那个专访上面去的，他的用词他就是标准的很适合下标啦。像他丢了一个东方不败，而且东方不败拿出来形容万美玲，大家怎么想我说实话，这个东方不败跟万美玲2个形象其实也不能连在一起啦。就东方不败大家想象中的就是那个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嘛，那怎么万美玲请问这跟这有关系吗？没有嘛。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贴了他东方不败，然后所以呢，大家很自然而然就开始讨论起来了。这是第2个。那第3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万美玲跟四广阳的火，我觉得一点都不会熄啦，因为相关的东西真的很多争议呢。说实话这一波如果不是因为讨论四广阳，不会讨论到万美玲。当然。
不是讨论到万美林，我们不会看到他们家的土地的问题嘛，也不会看到建商的问题嘛，更不会啦。像这2天呢，我看了洋洋洒洒的那个判决书的内容，看到跟四广跟万美林有关系的，竟然还有一个在桃园的一个教育建设围标集团呢。那个案子是牵涉到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呢。那我讲的是这个集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哦，我不是说万美林牵扯到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哦。但是万美林在这案子里面有没有关联？还是有关联的。为什么这样讲？好，我讲一下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很特别。这个案子在讲的是说，在桃园这个地方啦。有一个针对学校针对学校的建设呢，有一个产销一条龙的集团啊。我讲一下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很特别。这个案子在讲的是说，在桃园这个地方啦，有一个针对学校针对学校的建设呢，有一个产销一条龙的集团呐。那什么叫产销一条龙的集团？就是他们可以把标案为了学校生出来，帮学校生出来，他们可以帮学校找到这些标案的建设经费，找到了之后呢，他们自己呢有接标案的公司啊，而且还不止一家，他们可以把它做成围标的形态，再把这些标案给吃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教育建设呢产销一条龙的集团啊。那这个集团当然后来啦是被用贪污治罪条例给办了啦。可是要讲的是说，你知道这个集团是怎么运作的？这个集团先有一个姓黄姓的在带头的人在运作。这个黄姓带头的人怎么运作呢？他很厉害哦，他的做法是这样他跟学校接触。然后就问学校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建设？桃园龟山的什么自强国小，他就问他，你有做这个9年一贯的这个数位平台的需要，然后呢，你有做这个一些娱乐设施的需要啊，你有这些东西没关系。学校在跟他说，我们没有钱啊，怎么办呢？结果他刚刚很厉害，他跟他说，我们是某议员的助理。那至于是哪个某议员的助理呢？大家可以去判决书去看。他说我是某议员的助理啦，我们可以去帮你拿到这个地方建设经费的补助款。讲完了之后呢，他们在另一手呢去跟地方的议员去谈谈的议员之一就包括万美林然后呢，我只请问各位啦，有多少人看过所谓的地方建设经费补助申请表？我们一般观众朋友有几个看过这个东西？他们从议员手上这几个人他们有办法呢跟议员谈好因为桃园的议员都有一些地方建设的这个建议款，他们拿到地方建设的这个经费申请表，然后呢把这个经费呢送到桃园市政府去，让桃园市政府呢把它做成标案，做成标案了之后丢出来。那厉害在这里他在做成标案这个阶段呢，这些我们讲的桃园的产销一条龙的业者呢，他就把他的规格建制到里面去，这些规格呢就让这几家跟他们有关的公司才标得到，所以他在标案这段设定进去了之后呢，桃园的这边的标案就出来了。标案出来之后呢，然后这些人就去围标。那所以呢，问题就来了，问题几个？第一个，请问他们打着议员助理，打的是哪几位议员助理？因为他们用议员助理的身份去拜访学校，搞清楚学校有什么需求了之后呢，把它做成规格书，然后提交，然后丢到这桃园市政府里面去。但是这跟那些议员，像你刚刚讲，万美议员，毕竟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也没有列被告，他也没有被判任何东西啊。对，但是这边呢，就是媒体人张嘉怡在问的啦，就是说在丢出来，我们刚刚才讲这个地方建设的经费补助申请表，请问谁拿得到？这个申请表呢，这些业者他能够取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能拿这个申请表呢去给学校看，然后拿着这个申请表呢再跟其他业者做合作。所以这一件事情呢，他们手上就照理说这地方建设的申请表呢写完了之后，应该就进市政府里面去了嘛。那他们怎么拿着在外面做生意？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很奇特的案子如果不是因为万美林跟四广的关系的话，恐怕我们都不会看得到了。不过当然，你说这个案子最起码在刚刚讲看到判决这里头，那万美林委员是没有牵扯到这一部分。OK， 那这个要把它讲清楚。但原之，所有这些对国民党来讲，当郑主席讲了什么东方不败所有这些，然后刚刚来宾讲到施广阳，虽然他没有接受国民党提名了，可是只要他要参选，虽然他现在都没有露面，但10月28号以前不可能都不露面吧？那一露面，一定还是会有人要去问这些东西。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坦白说，因为施广阳他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人嘛，那他还是国民党人，只是他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提名，所以他没退党，所以他要干嘛，我们也没办法啊，对不对？他要选不选，我们也没办法。违纪参选不开除党籍嘛？他违纪嘛？他是党员吗？
他是党员，他是没有，反正现在他无党参选嘛。看一下你的资料是不是乱给啊？没有就不熟了。他第一个我觉得他现在是无党参，不挂国民党籍啦。那他现在去选嘛，那就是看桃园的那一区的选民接不接受他啦。如果接受的话，就会投他嘛；不接受就不投他。反正那你不是废话吗？有票的票多的赢票少输嘛。然后，但是因为我认为他也离开国民党了，应该对国民党来说就差不多。他因为跟国民党连接，他妈妈是我们的立委的同志嘛。但是这个也因为这样子就扯到国民党，我是觉得真的还好啦。那大家就赶快检验他。OK。可是这一次，因为725要上街头到凯道，那当蒋万安发起来以后，那当然要找友军，那就是民众党。但民众党现在，一中老师，第一个黄国昌说会带队参加，对。但是柯文哲力有要事不去，这中间传出来的氛围是什么？因为柯文哲最近对国民党很不爽，因为新竹竹北市长的事情，柯文哲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他一直跟国民党讲。事实上，他也跟妙天有见过面他们就是希望国民党中央去施压。现在国民党中央跟地方党部的想法不同，国民党县党部新竹县党部是因为他们办过那个竹北市长的初选，那吴旭智是第1名嘛。那杨文科现在态度就是说，那两被蓝白的话，因为民众党是邱成远要选嘛，不得逼民调嘛。就是民众党，但民众党现在，一中老师，第一个黄国昌说会带队参加，对，但是柯文哲力有要事不去，这中间传出来的氛围是什么？因为柯文哲最近对国民党很不爽，因为新竹竹北市长的事情，柯文哲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他一直跟国民党讲。事实上，他也跟妙天有见过面他们就是希望国民党中央去施压。现在国民党中央跟地方党部的想法不同，国民党县党部。新竹县党部是因为他们办过那个竹北市长的初选，那吴旭智是第1名嘛。那杨文科现在态度就是说，那两被蓝白的话，因为民众党是邱成远要选嘛，不得逼民调嘛。杨文科的态度就比民调，但是比民调邱成远一定会输的，他民调连10%都没有，所以变成是柯文哲跟妙天去找国民党中央，希望说中央把吴旭智劝退因为道理是什么？很简单，柯文哲就一直说。你若新的决定，我国民党我的竹北市长无考虑国民党我民众党什么拢无所以柯文哲一直力主说他竹北市长要让给民众，他认为这是蓝白合的一种默契，所以现在就是僵在这边。今天郑丽文专访也有提到这件事，他说竹北很复杂，还有联动到新竹县，所以已经慢慢在瞧属性的其实在瞧这样代志，所以国民党前几天还丢了一个那个民调出来，就说吴旭智赢那个邱成远是两位数，我看到不止了，更多，我看到我的内参这边还更多，反正总之就是有这个情况。可是现在就是尴尬在这边，所以柯文哲基本上就是 keep mobile， 就是说，好啊，那你，而且我觉得柯文哲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杀鸡儆猴，就是说，当然黄国昌去啦。对啊，但黄国昌不代表柯文哲民众党谁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老大应该还是柯文哲。不是这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蒋万安是揭发金华城的那个案子嘛，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东西在小草，我听那些那个所谓脱北者的群组里面，他们都潜水在里面看嘛，然后中间他们都以为这个是黄国昌发起的，所以就说本来就说要参加。后来呢？你说凯道这个对，他们以为是黄国昌发起的，对，他们都不看新闻吗？小草只听教主的那个，草主的那个，然后呢？他们之前有被告知不要看媒体对。后来不然是有人发现原来是蒋万安是做主了，然后呢？所以呢，就开始吵架，这怎么可以去参加？对，怎么可以欺骗我们呢？蒋万安是害我们柯文哲的人所以柯文哲也是这种的所以里面的吵呢是不会去的，冲可能会去所以说柯文哲当然是吵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跟那个选举恩怨有关系，但是跟这个发起人是蒋万安，你把我们柯主席害成这样，我们还去参加你的凯道的就职大典吗？那个是小草的自己的宇宙啦。但我的意思说，柯文哲画这个巴拉 Ken 的动作很清楚，就是说不要小看我柯文哲，我还是老话一句，我虽然
不知道没有办法让谁选上，但我可以让谁选输。尤其你们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年底很多地方是5-5坡，你搞清楚，你新北就慢慢5-5坡，那新竹县就慢慢5-5坡。所以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在徐信盈身上。OK， 平常讲，因为徐信盈基本上搞正常方式5-5坡嘛。那到时我举例啦，如果最后是无序制，按照民调是无序制赢嘛，那无序制赢的话，那到时候白银的不爽，柯文哲不爽，那不想要支持徐信盈的话，徐信盈会 gain over 啊。那相反的，如果最后所以我就说，柯文哲现在就是要画这个巴拉 K， 然后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公开讲说我不去，就是要提醒你国民党，尤其党中央这些事情，你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大家年底走得桥。OK， 来亮君，最后30秒，请问一下，看来上凯道是对国民党来讲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只是人数多少，然后会对执政党、对政府造成什么样一些的压力？最后有什么样一些呼吁吗？我觉得这个所有的食安问题还是回归到制度的检讨了。那所以上凯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觉得现在很明显的，从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这绝食啦，然后各种的讨论啦，背后是不是有政治算计啦？然后呢，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这一些竞合等等，这完全失焦。还有人在意食安问题吗？我觉得还是回到制度内去讨论啊。那蒋万安，你作为台北市市长，你的市政泥滴答答，螺丝掉满地啊！你的家长，我刚刚看他最新的回应哦，他针对虐童案，他讲说我是三宝爸，我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你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你可以忍受，如果你是家长，你可以忍受这个案子拖了1个月，到现在还没有给家长一个交代、一个回应吗？所以我觉得市长，你还是回到你市政府的位置上啦，你不要再上街头了。我是觉得，我是在这边真的呼吁啦，你这些虐童案没有解决之前哦，你上街头只会掉票。来，最后30秒。我觉得呼吁大家多一点人上街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哦，行政院从一开始，他们虽然不承认盖牌，可是对我而言就是有盖牌。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层食品就是不想公布，认为业者很无辜，然后那就不顾大家会吃到更多致癌物。那后来为什么公布了？甚至于刚刚一中讲的20%，后来也愿意让它下架，就是因为蒋万安啊、卢秀燕啊这些地方首长站出来嘛，让民进党觉得说，不能被地方首长的声量压过去，所以他们才改变做法。所以我觉得人民的声音会给政府压力，让他们越来越好。所以希望大家礼拜6多站出来，让他们真正一开始就重视食安，而不是一开始想要盖牌。OK， 725那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场面？对，包括不管是食安这件事情，然后甚或对国内在政治上，那年底2026甚或2028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